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在炎炎夏日里，一件凉爽舒适的背心是必备的单品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用细线粗钩的方式钩织而成的背心。细线粗钩的方式让它带点镂空，使得织物透气而且舒爽。一起来看看怎么钩织它吧。我使用的是一款柔软的棉线，粗细介于 1.5 到2毫米之间。而这样的细线，我则使用 5.0 以及 6.0 毫米的钩针来钩织它。其他的工具使用到了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而这款背心的尺寸表建议如下：表中的数字为平方的尺寸，大家可以按需求调整。我们从下摆开始，起始线头大概留20公分，接着使用 5.0 的钩针锁边起针。起针之后，钩织6个锁针，6个锁针结束，接着返回第一行，跳过第1个锁针，从第2个锁针开始，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。第1个锁针我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剩下的4个短针，5个短针的宽度就是下摆的高度。大家也可以按照喜好调整这个起针数。第一行5个短针结束，接着第2行翻面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调每个针目的后半针，也就是远离我们的那一个针目，钩织1个短针。这一行也是5个短针。如果你已经熟悉的第1个短针就是下一行的最后1个针目，那么也可以不用放置记号扣。接着我们重复的往返钩织第2行，每行的一开始都是1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包括第1行钩织的总行数为4的倍数加2，每一行的短针都是挑后半针钩织。我们一直钩织到织物的长度，直到我们所需要的胸围。接着我们将这个长条织物对折，因为总行数是4的倍数加2，所以当你对折之后，起始的线头跟结尾的线头会是不同的方向。接着我们继续将钩针像这样插入第1行短针的侧边，钩织1个引拔针，将织物的2端相连。我们可以收紧这个引拔针。接着我们将进行圈钩，第1圈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从第1行的侧边开始，在下摆的每一行侧边都钩织1个短针。第1个短针上我放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偶数行的侧边会是一条线，挑起这一条线钩织1个短针。而奇数行的侧边会是在这一条凸起的人脊上，将钩针插进人脊的这个洞眼，钩织1个短针。之后按顺序在每一行的侧边钩织短针，最后完成的短针数量也会是4的倍数加2。沿着每一行的侧边钩织完短针，接着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我们仍然收紧这个引拔针，而这个缺口我们之后会再做缝合。之后我们换大一点的钩针，用 6.0 的钩针来钩织。之后的针法主要会用到延长短针。第2圈先钩织2个锁针作为1个延长短针的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算是第1针延长短针，我放上1个记号扣。接着1个锁针，接着空1针，再从下一针开始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延长短针的钩织方式是将钩针穿进针目，带出线来，
接着在挂线钩出放掉一个线圈，再一次挂线钩出放掉所有线圈，这样就完成一个延长的短针，再一个锁针，跳过一个针目，又从下一个针目开始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中括号的内容以2个针目为一组。第2圈钩织结束，引麻在2锁针的起立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仍然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接着第3圈，一样2锁针起立，作为第1针延长短针，接着一个锁针，再跳过1针，而跳过的那1针就是上1圈的锁针。第3圈的钩织内容跟第2圈是一样的，只是在钩织延长短针的时候，它的入针位置要特别注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行的这个延长短针，它看起来有2个 V 构成。在钩织这一行的延长短针时，入针的时候挑起上方的 V 右边这一条线，从它的左侧入针，再钩织这一行的延长短针。我们可以利用钩针的钩头稍微撑开一下右方这条线，再顺势穿进钩针。在穿进这个针目的时候，会穿进3条线，接着再钩织这一行的延长短针，这样就能把延长短针的纹路往上延续。接着我们继续钩织，一个锁针再跳过1针，而所跳过的那1针都是上一行的锁针。因为针目结构的关系，它被拉得有一点小，所以钩完这一行的锁针之后，直接找到上一行的延长短针，再依照刚刚所说的入针方式钩织这一行的延长短针。第3圈循环钩织结束，引麻在2锁针起立针上将头尾相连，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之后我们重复第3圈的钩织，直到这个织物到达我们所需要的长度，也就是这个背心从腋下到下摆的长度。如果看不清楚针目，建议可以将织物拉平，就比较容易找到入针位置。而我们也会发现，这样的针法会形成网格镂空的纹路。我们将织物钩织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之后，接着再一次引拔断线。我们将织物平放，将线头留在一侧，接着要决定背心的肩带位置。在织物平放之后，织物就会分为前片以及后片，前片以及后片的网格数会是一致的。比如艾芙琳的背心，前片后片各有31格。我们先找出前片或后片的中心点，从中心点各往左右跨1格，在蓝色圆点也就是延长短针上放记号扣，而在左右两侧各往内数3格，也在蓝色圆点的延长短针上放记号扣。我们会在前后片的两侧向上往返钩织肩带。我从留有线头的这一侧开始，从最右边做记号扣的延长短针上，
入针位置仍然是延长短针上方，挑起右侧的线插入针目，再重新引线。为了让肩带有个斜度，肩带第一行的第一针钩织一个延长短针的并针，先钩织2个锁针，接着跳过上一行的锁针针目，在下一个延长短针上钩织延长短针。这样就把2个延长短针并为一针。我在这一个并针上放记号扣，接着重复中括号的内容，1个锁针，跳过上一行的锁针，再延长短针针目，钩织延长短针，一直到下一个做记号扣的地方。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直到下一个记号扣时，接着翻面钩织第2行，第一针仍然钩织延长短针的并针，将这2个延长短针并在一起，钩织2个锁针，接着钩织延长短针。而因为我们将织物翻面，所以现在面对的是上一行延长短针的背后，所以我们的入针位置要随之改变，与之前的入针位置相反，而是挑起左方的这一条线，再插入针目进行钩织。第一针延长短针的并针钩织完毕，同样在这个并针上放上记号扣，它会是下一行的最后一个针目。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在调左方这一条线时，可以利用手指勾住这条线，以让钩针顺利的插入针目。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直到最后一针。最后一个针目会是上一行的第一针并针。我们直接将钩针穿进并针的这个洞眼，钩织最后一针延长短针。之后继续往返钩织，第3行、第4行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在这2行不做并针，先钩织2锁针作为延长短针的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视为第一针延长短针，接着1个锁针，跳过1针，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。这一行的延长短针都会是钩织在上一行的延长短针上，入针的位置都是挑起左侧的一条线，再插入针目进行钩织。钩到最后会剩下2个针目，锁针针目因为结构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小，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目钩织1个延长短针，结束这一行。接着钩织第4行，如果我们数延长短针，第3行与第4行的延长短针数量是一样的。而第4行最后的延长短针会钩织在前一行的这个2锁针起立针上。之后我们重复第1行到第4行的钩织方式，在重复钩织第1行、第2行的时候，第一针都会进行延长短针的并针，而第3、4行维持针目数不变，这样背心的肩带就会往上慢慢缩小。我们一直钩织到这个肩带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。如果你不确定这个肩带的长度要多少，你可以利用一件常穿的 T 恤来确认。
将背心与 T 恤的腋下对齐，可以将长度一直钩织到 T 恤的肩线。确定长度之后，接着就可以引拔断线，留大概15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接着我们以相同的方式钩织前片的另一侧以及后片的2个肩带，而后片的肩带不需要留长线。前后片的2侧肩带完成之后，利用所留的长线将前后片同一侧的肩带进行缝合，可以利用卷线缝的方式，一个针目对着一个针目缝。缝合完毕，在背心内侧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而下摆缺口的地方，也利用所留的长线进行缝合。缝合完毕，也是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最后我们可以选择将两旁的袖口以及领口做一个收边。如果不进行收边，让它有随性不修边幅的感觉，艾芙琳也觉得是可以的。我们从腋下的任一个针目开始，使用 6.0 的钩针重新引线，引线之后钩织一个锁针，接着沿着袖口的边缘钩织短针。第一个短针我放上记号扣，我们可以在较大的洞眼或者是你认为的适当距离沿边钩织短针。因为细线粗钩的方式会让织物富有弹性，所以在收边的时候手劲尽量放松，不要钩得太紧。可以在肩带的每一行侧边钩织一个短针。钩织短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断线，利用缝针藏好线头，袖口收边完毕。接着从肩膀的地方重新引线，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收边。而在进行领口的收边时，如果可以搭配一些狗牙针，这样这个领口就会富有变化。艾芙琳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收边选择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领口收边完毕，这样这个柔软具有弹性、简洁又舒适的夏季背心就完成啦。穿上它，让它陪你度过一季的夏天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